嗨，大家好，我是 June， 欢迎你回到 Soul of the Day， 也很感谢你关注我的频道。那我在之前老祖母橄榄皂的影片里就有和大家提到，我要再与大家分享多一个非常经典的古方手工皂，那就是马赛皂。那为什么说这款皂非常经典呢？因为这个配方从最早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当然，在这千年之间呢，无论是制作方法还是配方，都随着时代而有所改进。那在开始做之前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小段有关马赛皂的由来。那你有没有觉得马赛皂这个名字起得很特别呢？而它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马赛皂起源于叙利亚的阿勒颇，而制作马赛皂的原材料是种植在地中海沿岸一带的橄榄油和月桂。之后呢，就随着十字军经过意大利和西班牙，最终到达法国一个叫做马赛的城市，最终就在当地发扬光大。而这就是马赛皂的最初由来。那还有一点让我觉得这款皂很经典的地方，就是在经过上千年的时间，时至今日，这款皂依然广为人知。你们想一下，在现今的社会，新鲜玩意层出不穷，东西被遗忘和替代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而这个配方不但没有遗失在岁月长河里，反而被保留下来，而且依然很受欢迎。但是这份传承的力量就非常的不简单，也让我觉得很感恩，因为这些被保留下来的都是非常珍贵的知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做一期影片分享给大家，希望这么经典的古方皂可以继续流传下去。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制作这款皂吧。我也会在制作过程中陆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马赛皂的故事。我们先来溶碱，把氢氧化钠倒入水里，记得打开窗户和风扇，避免吸入气体。把盖子盖上，静置5分钟。碱液完全清澈后，可以放入冰水里降至室温，或是让它自然降温也可以。这次我使用的是初榨橄榄油，油的颜色带有一点绿色，因为传统马赛皂的颜色也是绿色或是棕色的。马赛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它含有72%的橄榄油比例，而剩余的28%油脂分别是18%的椰子油和10%的棕榈油。我会把配方链接和购买材料的链接放在影片下方，需要的话待会可以去看看。那说到这里，我们就来聊一下为什么马赛皂必须使用72%的橄榄油呢？其实当年这个配方的计算方法和现在有点不一样，传统的配方比例是72%的橄榄油，而剩余的28%是碱和水。而且当年这个配方是受到皇家严格规定的，为了保证马赛皂的品质，马赛皂只能使用橄榄油制作，不允许使用除了橄榄油以外的任何油脂去制作。你没听错，其实马赛皂的真正原型是来自100%纯橄榄油皂。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从1820年开始，有不同的油脂进入当地，而厂商也为了降低制作的成本，开始在配方里加入其他的油脂，一直到后来改变成只保留了72%的橄榄油，而剩余的28%就用其他油脂代替，而碱和水就另外计算再添加进去。把皂液打至 trace， 然后入模。原始的马赛皂是无色素、无香味和无添加物的，所以我们今天制作这款皂也不添加任何东西。那后来大家为了区分纯橄榄油皂和马赛皂，就为它们分别起了不同的名字。如果是使用纯橄榄油制作的肥皂，就叫做纯橄榄皂，或是老祖母橄榄皂；而使用72%橄榄油比例的肥皂，就叫做马赛皂。所以如果你在包装上或是肥皂上看到印有72%这个标志，就算没有任何文字叙述，你也能马上知道这个就是马赛皂。入模后等待48小时后切皂，凉皂最少4周才能使用，如果能凉皂6至8周就会更好用。传统马赛皂的形状大多数是四四方方的，所以我今天也来把它切成正方形。
那我们来试用一下它的洗感。待会我也会和你们分享在使用过老祖母橄榄皂和马赛皂过后的用后感想。那在使用过2款皂以后，我想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用后感想。那在洗感方面呢，其实我个人是更喜欢马赛皂一些，因为马来西亚这里的天气非常的闷热潮湿，而马赛皂里面因为有添加椰子油的关系，就比较有清洁力，和老祖母橄榄皂相比之下，洗完以后就比较清爽。而且马赛皂呢也比较有起泡力，用起来呢就比较有多一点的浓密泡泡，用起来就比较舒服。那因为马赛皂呢，它里面有添加28%的硬油，所以呢，它也没那么容易软烂。在保存方面呢，它也是更加的耐用。那接下来即将要进入12月了，12月份有什么呢？当然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圣诞节。所以在接下来的影片里，我会开始分享圣诞主题的肥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而且记得一定要打开小铃铛，这样当我发布影片时，你才不会错过。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分享，请给我一点鼓励，为我这支影片点个赞，或是给我留言，又或是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让马赛皂可以继续流传下去。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影片见。